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魔大元帅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四川成都，一起来品尝当地最好吃的川菜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客人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去看一下。那我们先去看看神秘的嘉宾是谁。哇！郭贤瑞。请坐。所以我是郭杰瑞 ，and 我又到成都，现在在成都对吧？对。and 今天我们有川菜对吗？对。杰瑞，这是你第一次来吃四川餐吗？没有，我在成都很多年了，然后我回江苏，这次回成都呢，就相当于紧张？为什么紧张？那我让你不紧张。不是紧张，为什么紧张？好吧，你不需要带我去拿什么？可以。对，我记得对，比较自然。那你能吃辣吗？能吃辣，非常能吃辣。对，还是有点紧张。我帮你喝，你是。今天呢最经典的，我们有几道菜，一个一个我们让杰瑞去测评。第一个就是水煮牛肉。好。这个牛肉它会有点辣。试一下。再来一遍。我觉得是这样，这个水煮牛肉没有很辣，但是很麻。这下就是很多人他对川菜有一种误解，就是说川菜它都是非常辣的，但其实川菜它不是，就是说全是点麻呀。对，这个基本上比较麻，对不对？它很浓郁味道，还有很多油，对，所以好吃。对，好吃。你觉得这个跟外面？其实说实话，跟外面的水煮牛肉呢没有多大区别，它用料就是讲究一些，然后呢味道呢更加醇厚一些，口感更嫩一些吧。但是建议大家，其实成都有很多苍蝇馆子都非常好吃的。我觉得外面的牛肉比较厚，这个他们切比较轻，对吧？薄切的。对。这个没有很辣，但是不辣。对。下一个是宫保鸡丁。那在中国其他的地方，宫保鸡丁对我来说比较甜。但是我来四川，他们的宫保鸡丁基本上比较没有很多麻的味道，基本上只有辣的。我们试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餐厅这个宫保鸡丁不辣，一点都不辣。对的，一点都不辣，有甜。因为很多观众他们认为四川人他是不吃甜的，他其实是一种误解。对，这个不辣，这个有甜的，还有划蒜的味道。划蒜，它就是外面裹一层那种甜甜的一种浆，甜甜的，然后带有一点点酸酸的，对，挺好吃的。其实国宴上面也有这道菜的宫保鸡丁，招待外宾。杰瑞，那你再试一试这家店的灯影牛肉。是牛肉干。对，它是牦牛肉做的。它就是在四川的那个藏区啊，有一种高原的牛。你知道，在美国我们基本上不吃牦牛，但是我真的觉得牦牛好吃。我喜欢它的口感，我说那个硬脆口感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有一点甜，也没有很多辣。所以呢，川菜，很多人觉得川菜只有辣，对，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味道。川菜它是味道非常的丰富多变，就是说不仅仅只有辣，更有体现的麻呀、鲜呀、香呀，还有甜。对。那我第一次来四川是我第一次吃麻婆豆腐，我觉得哇，这个真的好吃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，我每次来成都来四川，我特别喜欢吃麻婆豆腐。比如好多其他的地方，他们的麻婆豆腐只有辣的味道。我不喜欢那样的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一定是要麻，一定。对。如果没有麻的味道，那这个应该就叫失败的麻婆豆腐。辣豆腐。辣豆腐，对。我们看一看，这个是麻婆豆腐或辣豆腐。对。所以你可以看这个豆腐，上面有很多花椒粉。对。对，比较麻，没有很辣，基本上也是这个比较麻。就是四川正宗的麻婆豆腐，它的豆腐一块一块它不会碎，像别的地方如果做豆腐的话，它很容易做碎掉。是，你这是牛肉或者猪肉做的？我觉得应该是猪肉做的。那好多人觉得是猪肉，但是听说的真正的麻婆豆腐是要牛肉做的。我希望这个也是牛肉做的，上面有肉末。你吃哪个？我也吃不出来，因为它里面只有那个麻辣味。
这个是牛肉，这个嚼起来是牛肉。的口感确实有点像牛肉，对，是牛肉。我以前我特别喜欢吃很麻，所以以前我吃麻婆豆腐，我让他们做特别麻。然后我喝水的时候，对我觉得这个水是汽水，我觉得水也是麻，也有点麻。对。那这是什么？杰瑞，你猜一猜它是什么做的？我不知道。它是鸡肉做的。 OK， 然后它吃起来是豆花的口感，你可以尝一尝，它是上过国宴的一道菜。这个肯定是鸡蛋，这个不是鸡肉。它是鸡肉做的。这个肯定是鸡蛋做的，不是鸡肉做的。我们需要一个不是四川人，他是四川人，不可以。我们需要他。这是鸡蛋，对，鸡蛋，肯定鸡蛋。你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这是鸡肉？它是把鸡肉打成蓉，然后这道菜工序非常复杂，其实分子已经打乱了，然后呢，这重新放在那个水里面慢慢的温煮，让它呢重新凝固，变成了现在的鸡豆花，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奶酪。有可能是鸡肉豆花，有可能也是鸡蛋豆花，对吧？这个肯定是鸡蛋。它是加了那个蛋液和那个鸡肉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搅啊搅。这是什么汤？杰瑞，这是我们的国宴，四川最顶级的川菜——开水白菜，这是四川最贵的菜。最贵的白菜。它主要清汤贵，我记得普通的菜它这道菜主要是它的汤，对我刚刚喝过汤，我觉得那个汤就是普通的，没有很鲜，很清淡。你可以，我觉得好喝，但是我还是不懂跟5块的有什么区别。它其实它讲究的呢，就是说它这碗汤的精髓就是说清汤见底，然后呢特别的鲜。我觉得好喝，我也喝过比较便宜的，我也觉得差不多。我真的觉得好喝。总体来说呢，就是开水白菜，它白菜怎么样变化，它终究还是白菜的味道。它只不过呢，就是说川菜大师呢，当时呢为了迎合各国的一个领导呢，做的这么道菜，因为很多领导他是不能吃很腻的东西，就比较清淡。当时拿上来这个开水白菜，大家都不太想去吃，但是喝了一口汤过后呢，领导就非常的开心，哇，原来汤这么好喝，很清淡。对。但其实呢，仔细品尝下去，如果说跟其他的一些汤比较的话，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提升。可以再尝尝白菜，这白菜是用那个娃娃菜的菜心做的，很爽口。对，我觉得好吃。没有，就是一般的娃娃菜。然后呢，它主要配合这个汤呢，就比较提鲜了。开水白菜它为什么成为国宴？原因就是因为普通汤，就是你看它是比较浑浊的。而且上面有很多油。开水白菜就是说，它把这个汤做的像白开水一样清澈见底，比较清，上面就有一点点油，对吧？对，所以他花了很长时间攻克这个难题，调那个清汤，是这个汤的口感是很轻，所以很鲜美。对，然后你看上去就像开水一样，所以它起名字叫开水白菜。开水白菜的灵魂就是在汤。其实白菜的话，口感就是普通白菜的。是那个白菜没什么，但是主要是汤。对，主要是汤。杰瑞，你们美国那边国宴会有什么菜？现在我觉得汉堡王，就总统他们会把汉堡王拿来代表美国整个快餐文化。对，基本上是汉堡。对，我觉得现在汉堡王是比较火。那觉得就是中国的国宴菜和美国的国宴菜对比一下，你更喜欢吃哪一个？我应该说中国，肯定我不喜欢吃快餐，不喜欢吃快餐。是那个汉堡对，没有特点。我觉得中国有很多便宜的菜好吃，还也有很多贵的菜好吃。它在美国，我觉得是大部分是贵是好吃。我们没有的，比如在中国有可能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街上的牛肉面，有时候对那个好吃，对吧？那个是10块，非常好吃，就是中国的一些路边摊非常对，非常好吃，还有很便宜，很便宜，对。这大部分在美国便宜的菜不好吃，就他们成本会很低，但是不会说用心的去料理这个菜。对，是那个是最大的问题。我真的要谢谢你，你请我吃好吃的国宴菜。没有，应该的。
我说我应该下一次跟你去美国，我也要请你吃我们的国宴。那我要吃汉堡。对，好，你敢吃吗？哦，敢吃，非常喜欢吃。你真的好客气，谢谢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今天呢，非常感谢杰瑞呢，能跟我们一起吃川菜，然后呢，交流一下中美两国的餐饮文化。我是天蓬大元帅，喜欢我视频的观众不妨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了，不拍了，快来吃饭，小伙伴们，来，快来吃。好，吃饭。